库尔斯克今日战报，俄军一枪未发，完成最大规模单次投降。乌军使用海马斯火箭弹对车臣驻地进行清洗。俄罗斯拉平上将是乌军内应。哈尔科夫乌军发动电子战阻击俄军。顿涅茨克局势恶化，俄军势比兵力优势快速推进。美国讨论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巡航导弹。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乌军的推进速度显然比希尔斯基汇报时的保守估计更加迅速，而在此过程中，乌军光是抓俄军俘虏就已经超过2000人，甚至还完成了单次俘虏俄军一个连102名士兵的壮举。据悉，这102名俄军来自俄军第488近卫摩步团和车臣阿赫马特部队，且在被俘虏过程中，他们一枪未发，是在补给和弹药充足的情况下选择了投降。这是开战以来俄军最大规模且毫无反抗的单次投降，对俄军士气造成了沉重打击。可以说，如今库尔斯克的俄军其士气和战斗力已来到了低谷。那是什么原因让俄军不抵抗，选择直接投降的呢？总不可能是良心发现吧？结合俘虏谈话和战况，其投降原因有2点。其一，俄军最有战斗力的部队都已经安排到了乌克兰战争，留在后方的都是缺乏战斗经验且训练不足的菜鸟，他们自己甚至干不过这些占领库尔斯克领土的乌军精锐，为了保命就选择了投降。第二，据这些战俘所述，乌军切断了俄军后勤，他们已经3天多没吃东西了，而饥饿会使人放弃一切，可见乌军的战略眼光之高。到这儿，火力军想到一个问题：连级以上部队投降是可能造成连锁反应的。若是乌军进一步加大进攻力度和宣传被俘俄军数量，那俄军士兵的心理防线会不会直接崩溃？然后就是越来越多的俄军集体投降。针对被俘的俄军士兵，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打算和俄罗斯展开战俘交换谈判。如小卡希望换回车臣士兵，而乌克兰则希望换回那些被囚禁的亚速士兵和一些长期被俘人员。此外，军事指挥官办公室也有了后续。8月15日，泽连斯基宣布在完全控制的苏贾镇设立一个军事指挥官办公室，并任命爱德华·米哈伊洛维奇·莫斯卡廖夫少将为第一任办公室主任。据其称，军事指挥官办公室的设立将更有效保护边境地区免受俄军侵害。当然，这也是在向外界发出信号，即乌军将占领库尔斯克、别尔格罗德等地区。在这里，火力军同样在思考，若是乌军在库尔斯克、别尔格罗德建立缓冲区，是不是就可以从背后包抄哈尔科夫俄军了，甚至逼迫更远处的俄军从乌克兰战场分兵，从而实现解放克里米亚的承诺。大家是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接下来看一下乌军在库尔斯克州的新进展。库尔斯克州目前最激烈的战斗仍然发生在苏贾、克列涅沃、里戈夫这3个方向。在苏贾，希尔斯基正式宣布乌军已彻底清扫驻守俄军，同时还接连打击了著名的网红部队车臣。据悉，在一次突击中，乌军发射 GMLRS 导弹，精准命中了驻扎在小洛克尼亚的车臣驻地，俘虏了大量车臣士兵。此外，乌军第116独立机械化旅还解放了波雷奇诺定居点，推进速度进一步加快。在克列涅沃方向，乌军是打算包围这里的俄守军。据悉，乌军正在克列涅沃北部用兵，打算先拿下高地上方圆10公里的若干村子据点，然后居高临下直逼克列涅沃市区。而从特基诺攻向库尔斯克的乌军有证据表明已抵达斯戈纳斯特和克列涅沃高速公路之间的田地，并进一步向北和向西推进。等部署到位，配合从其他方向攻过来的乌军部队，便是与驻守俄军的决战时刻。目前，克列涅沃俄守军有3个营的边防部队和民兵团，以及后来增援的1个摩步团、2个伞兵营部队。在利戈夫方向，俄军是记者在利戈夫遭遇乌军炮击，可见乌军已开始向利戈夫推进。俄军则在利戈夫南部囤积重兵，并修建了战壕进行防御。值得注意的是，乌军在库尔斯克设立军事机构，并撤离俄民众，其目标已经不言而喻，不仅是要夺取库尔斯克州，同时也是在抢人。据传，乌克兰新出台的规定，只要库尔斯克州的俄民众愿意放弃俄罗斯公民身份，就可以立刻获得乌克兰护照和公民身份。除了上述3个方向外，乌军从苏贾镇向南、东南方向的推进速度也很快。在昨日战斗中，其占领了切尔卡斯卡亚科诺佩尔卡镇，正在乌拉诺克方向深入推进。此外，这个方向的先锋部队还占领了博尔基和斯派尔诺的大部分地区，离打通2州控制区又近了一步。每日电讯报援引前英国军方高层米哈什·德布雷顿·戈登的话，评价称，
乌军在库尔斯克的行动和1943年的基辅战役一样，正在成为俄乌战争的一大转折点。火力军再和大家说个有趣的事，即俄罗斯拉平上将有可能是乌军内应。2022年秋季的哈尔科夫大反攻，俄军在拉平上将的指挥下仓促溃逃，被乌军收复了约3000平方公里的领土。之后，应小卡和普里戈金的要求，俄罗斯虽然解除拉平上将中央军区和入侵行动指挥官职务，但却没有惩罚他，而是派他和一支新部队一起守卫边境。结果大家也清楚，不幸的拉平在2024年的夏季再次遇上乌军大规模反击，短短1周时间便丢掉了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领土。拉平上将这次算是把自己直接钉在了耻辱柱上。回到乌克兰战场，俄军事指挥部仍在优先考虑乌东正在进行的进攻行动。在哈尔科夫方向，昨日俄军在利普奇组建一支由2列各6辆的坦克组成的装甲纵队，每辆坦克搭载8至10名步兵，向乌军第13旅的前沿阵地发起了进攻，结果被乌军13旅的强大火力击退。据第13旅指挥官皮夫年科的报告显示，该旅在战斗和击退敌人进攻的过程中，摧毁了俄军9辆坦克、6台汽车设备、9门火炮系统等俄军目标。值得注意的是，据乌克兰哈尔科夫集团发言人维塔利·萨兰采夫上校表示，乌军在哈尔科夫地区的战斗应用了大规模的电子战，不仅使俄突击小队的通信受到干扰，也导致俄炮兵部队发生向俄军阵地开火的误击事件。此外，自乌军向库尔斯克发起进攻以来，俄空天军对哈尔科夫的袭击频次就已大幅减少。萨兰采夫表示，最近俄军战机每天向哈尔科夫投掷的滑翔炸弹数量已经从此前的30到50枚下降到2到4枚。在顿涅茨克的托列茨克方向，有俄军事博主称，俄军第109摩托化步兵团已占领了阿尔乔莫沃，并继续在东北方的基罗维、南方的纽约村以及西南方的潘杰列莫尼夫卡持续推进。在红军村方向，俄军持续在东南方向对乌军实施战术包围，且推进速度越来越快，战局相当紧张。综合乌克兰媒体和美国媒体的报道，乌军在库尔斯克攻势并没有影响到俄军在红军村方向的进攻。乌军孤注一掷地想要拿下这个具备5条公路、1条铁路，被乌方视为乌东最大补给枢纽的红军村。据防守的乌军第110机械化旅发言人塞卡奇表示，自从库斯克攻势开始，顿涅茨克前线的情况就开始恶化，乌军的弹药供应大幅减少，而俄军则加强了攻势。目前俄军距离该市只剩下15公里，该市已经完全进入俄军火炮射程。而乌总参谋部仅表示，这些地区战斗激烈，乌军也正集中力量来防卫红军村。目前，据乌克兰国防部相关战争地图的更新显示，俄军已占领该地区的热兰涅和奥利夫卡，并在朱拉夫卡和麦克莱夫卡取得了进展。此外，8月15日，一名在红军村方向作战的乌军士兵表示，俄军在该地拥有10比1的步兵优势，每天都是从早到晚的进行以步兵为主导的。顿涅茨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费拉什金也表示，如今的红军村方向是前线最为困难的地区。仅在昨日战斗中，俄军就发起了58次进攻，并且伴随有大量的空军和炮兵实施空袭和炮击。据他指出，目前俄军的首要目标是占领红军村和季米特洛夫2座城市。考虑到乌军在库尔斯克和顿涅茨克的局势，美国正在讨论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巡航导弹。美国政客网8月15日援引美国总统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乌军在库尔斯克州取得惊人成绩，拜登政府开始对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巡航导弹持开放态度。虽然关于提供导弹的最终决定尚未做出，五角大楼也拒绝就其是否批准导弹转让发表评论，但据拜登政府一位官员透露，目前正在就复杂的细节进行研究，如敏感技术的转让，或是如何确保乌军战机能发射提供的导弹。据悉，讨论提供的导弹是射程为300公里的 AGM-158 巡航导弹。该导弹由洛马研制，能在任何天气和时间下对敌军高价值目标实施打击。若最终选择援助，这将使乌军苏式飞机和最近交付的 F-16拥有更强战力。此外，乌克兰还呼吁其盟国伙伴允许使用其援助武器深入打击俄本土目标。乌军的远程打击能力大家有目共睹，曾屡次突破俄军防空系统，跨越成百上千公里，打击俄本土能源设施、空军基地等高价值目标。对此，目前已有法国总统马克龙、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拉脱维亚总统埃德加斯·林克维奇、荷兰国防部长凯撒·奥隆格伦以及捷克总理彼得·费亚拉支持取消对乌克兰袭击俄罗斯领土的限制，但美国、德国等国家却并不支持这一点。
据自由时报8月15日报道，美国海军维吉尼亚级潜艇爱达荷号已于8月14日在康乃狄克州格罗顿成功下水。维吉尼亚级潜艇是当前美国海军潜艇部队的主力军，它具有增强的隐身功能、先进的监视能力以及强化特种作战能力，能够满足美国海军的多种需求。此外，维吉尼亚级潜艇在整体结构上采用了模块化的建造方式，使其能够在生命周期内保持技术的先进性，并能够快速集成新兴系统。而作为第26艘维吉尼亚级潜艇，爱达荷号通过借鉴之前的建造和维护经验，在设计上进行了优化调整，包括增加潜艇零组件售期，以减少全舰大修次数等措施。预计爱达荷号的服役寿命将会大幅延长。按照计划，爱达荷号在进行多项海测之后，可能会于2025年春季正式加入美国海军舰队服役。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太空部队正在推进其基于卫星的导弹跟踪监护计划。据悉，这已经不是美国第一次试图制定战略防御计划。在冷战期间，为了防备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制定了星球大战计划。这项计划主要分为2部分，分别是洲际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和反卫星计划。然而，由于整个计划需要投入大量的科研经费，再加上技术难度相对较大，美国在苏联解体后很快就对其进行了终止。而美国太空部队此次提出的 MTC 计划就属于反卫星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太空部队计划在中地球轨道部署卫星，以增强其导弹警报和跟踪能力，特别是对于使用传统系统难以跟踪的高超音速导弹。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向美国采购31架 MQ-9B 无人机一事目前已有最新进展。该采购计划初定于2023年6月，于今年2月获美国批准。随后，印度便对该批无人机进行了规划，海军分配15架，陆军和空军则各自分配8架。尽管美印并未透露此次交易行动的具体交付时间，但就 MQ-9B 的生产周期而言，在近期不太可能实现交付。可此时，巴基斯坦却突然展开第5代战斗机飞行员的培训计划，这让印度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为缓解当前的空防困境，印度目前正在与美国进行谈判，试图加快这批无人机的购买进程，最好能够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这笔交易。此外，印度还希望能够在未来几年内实现首批10架 MQ-9B 的交付并投入使用，剩余部分则可分批送达。当然，印度的计划能否顺利实现，一方面要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另一方面还要取决于通用原子公司的生产能力。据美国陆军时报8月14日报道，美国陆军第11空降师在阿拉斯加韦恩莱特堡基地设立北极航空指挥部，未来将负责直接管辖附近的第52航空团1营和第25航空团1营。在此之前，这2个直升机营隶属于不同的旅级战斗部队，其指挥部和所执行的任务也不一样。其中第52航空团1营通常执行各种军事物资的运输任务，它的指挥部位于华盛顿州；而第25航空团1营通常用于执行各种战斗侦搜任务，它的指挥部则在夏威夷州。这种复杂的军务关系导致从指挥部下达的行政事务在传递、协调、执行等方面极其不便。为了能够简化部队工作，提高指挥效能，美军这才决定成立北极航空指挥部。该指挥部首任指挥官范德卢格特表示，通过指挥2支直升机营，将有效加强机队中的 UH-60、CH-47 以及 AH-64E 直升机的协同作战能力，能够使美军在北极圈面临危机与冲突之际，做出更迅速、更有效的部署行动。值得一提的是，有鉴于俄罗斯在北极地区频繁军事行动，美国已于7月发布了2024北极战略，而设立北极航空指挥部则是在其战略基础上做了更进一步的优化调整。据美国《星条旗报》8月14日报道，美国与菲律宾签署了一份价值3200万美元的合同，将在吕宋岛巴萨空军基地增建可容纳20架飞机的停机坪、滑行道等工程，以提升该基地容纳美国空军的规格，预计2026年完工。
其实，早在2014年，美菲两国就已经签订了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内容，允许美国在菲律宾军事基地部署部队以及整改相关的基础设施。该协议最初只包含5个军事基地，2023年扩大到了9个。截至目前为止，美国对 EDCA 基地建设的资金投入已超过8200万美金，其中有近6600万美元都用于巴萨基地的升级建设。对此，美国表示，因为该基地的基础设施不足以满足美菲军队之间的训练活动，再加上其正在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和投资地区伙伴来实现全球战略布局，所以资助并升级巴萨空军基地只是整体计划中的一部分。不仅如此，据海军新闻此前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还向巴萨基地部署了 MQ-9A 无人机，以提供侦察和监视等功能，并能够实现美菲军队之间的情报共享。不过，并没有透露这批无人机的具体数量。此外，在上个月菲律宾举行的2+2部长级对话期间，曾有美国高级官员宣布，除了向菲律宾武装部队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5亿美元的军事融资外，还将为 EDCA 提供1.28亿美元的额外资金，这些资金将用于 EDCA 中的7个项目建设。由此可见，美国似乎正在通过建设并完善基础设施，以加强美菲军队联合训练的方式，来帮助菲律宾快速实现军事现代化。多国采购 MQ-9 无人机。据美国突破防卫8月15日报道，美国已批准向意大利出售6架 MQ-9 Black 5无人机以及地面控制站和其他相关系统，总价值约为7.38亿美元。与以前的型号相比， MQ-9 Black 5进行了多项升级，包括增加电量、改进通讯系统以及增强软件和硬件功能。除了 MQ-9 Black 5以外，美国还向意大利出售了3个 MQ-9 移动地面控制站，这些控制站能够在 MQ-9 系列无人机执行任务期间提供必要的操作和控制。至于其他相关子系统，主要分为3部分，分别是雷达系统、运营设备以及相关后勤保障。其中，雷达系统主要包括9台配备海上广域监视能力的合成孔径雷达，一个镶嵌式全球定位和惯性导航系统，以用于在操作过程中进行更加准确的定位和定向，加强其海上探测和监视能力。运营设备主要包括用于测试和维护飞机的加固型飞机维护测试站，用于通信的 AN/ARC210 超高频、甚高频无线电，以及用于视距通信的地面数据终端。至于后勤保障，美国则要向意大利提供必要的技术文件、人员培训和培训设备等。而就在同一天，日本也与通用原子公司正式签约，将采购2架 MQ-9B。其实，早在2年前，日本海上保卫厅就已经开始租用 MQ-9B 无人机，以执行海上监视任务，并验证该机的勤监侦效能。随着如今的正式采购计划，可见该无人机在整体功能方面已得到日本的充分肯定。此外，印度也曾就 MQ-9B 与美国进行谈判，希望能够加快交付进程。由此可见 ，MQ-9 系列无人机已被诸多国家认可，其在现代国防中的地位越来越高。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持续加入到使用 MQ-9 的队伍中。8月9日，由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组成的AUKUS联盟在防务合作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成功试射了配备人工智能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能够定位、禁用和摧毁地面目标，展示了自主系统和人工智能在实施军事行动中的互操作性。据悉，AUKUS自主人工智能技术试验最早起源于英国，从2023年4月起，美英澳多次举行联合测试，通过在同一空域部署几架配备人工智能的无人机，再由一个默契协作的团队提供支持，进行无人机的自主性训练。试验表明，随着无人机训练次数的增加，人工智能和自主性有了显著的改进，如可以初步实现保护平台、免受电子战、激光和 GPS 攻击等。这些改进可以整合到国防平台中，增强部队的作战优势。据塔斯社8月13日报道，美国阿利伯克级2A 型驱逐舰杜威号和法国阿基坦级护卫舰布列塔尼号在菲律宾海举行了双边演习，演习内容包括联合通讯、模拟海上加油等诸多项目。其中参与本次联演的杜威号刚在日本横须贺的维修中心完成长达60天的阶段性维护工作，而且其所属的第15驱逐舰队是美国海军最大的驱逐舰中队。
此外，通过此次联演，还能够促进美法士兵的交流，加强信息共享和联合作战能力。基地投降会不会产生连锁反应？乌军建立缓冲区后，会不会包抄哈尔科夫俄军？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